Hello， 大家好，我是达海尔。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来介绍在《崩坏：星球铁道2.4》上半版本会推出的全新限定角色云离。在2.4版本的剧情中，我们将回归到熟悉的仙州罗浮，并且与这位来自仙州著名的云离相遇。云离是物理毁灭之夜的角色，也是游戏里面第5位限定毁灭之夜的角色。在属性职业上，它跟我们常驻有推出的5星角色克拉拉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不只是属性职业一样，就连玩法机制都算是比较类似的。云离主打的玩法跟克拉拉一样，都是以反击作为主要输出手段的主 C。云离主要的反击手段就来自他天赋的效果，在他受到目标攻击之后，会立刻回复15点的能量，并且反击敌人造成一个扩散伤害。反击前配合行击效果，还可以让他获得一个持续1回合的30%攻击提升效果。然后这边也特别提一下，反击是算作追加攻击伤害的，这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仪器选择。云离的反击手段可以再进一步被他的核心技能终结技给强化。云离在开启终结技之后会获得格挡的状态，这个状态会持续到云离下一次的反击，或者下一个我方或者敌方回合结束。友方行动结束是什么意思？就是简而言之，假设现在是火火的行动，我放了云离的终结技。那在火火回合结束的时候，终结技还不会结束。但假如下一个行动的是友军，像是花火或者天云，他们回合结束的时候，云离的终结技也会结束。当然，下一个行动的是敌军，云离的终结技也会结束。那区分这两者的主要原因就是根据战况不同，云离可能会打出不一样的伤害。那我们就来了解云离终结技的一些完整效果。开了云离终结技之后，它会获得一个格挡的状态。在有格挡效果的情况下，云离会嘲讽敌方的全体，并且提高下一次反击造成的暴击伤害。格挡期间受到攻击的话，会使用勘破灭；没有受到攻击的话，会使用勘破斩。简而言之，两者都是强化的反击效果。不过勘破灭能够额外造成6次的弹射伤害，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云离能够释放到勘破灭，也就是在敌方行动前释放终结技，让云离有受到敌方的攻击。因为这个需要看时机释放技能的原因，云离并不是一个自动战斗最好的选项。不过配合它的行击效果，云离每释放完一次勘破斩，下一次的勘破斩可以被替换成勘破灭，多少也是让挂自动战斗的云离有办法增加一些它的伤害。行击的另一个效果还可以让云离在终结技的格挡状态下，能够抵抗受到的控制类负面效果，以及降低20%受到的伤害。云离的终结技除了以上各种效果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云离的终结技能够储存2个充能，每一个终结技需要的能量点只有120点。云离天赋本来就有一些充能效果，如果能够再配合光锥或者一些充能队友，像是天云、霍霍的话，云离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动一大，甚至更多的。天赋跟终结技算是云离的主要输出手段，战技则是保障云离在场上也有一定的生存恢复能力。释放战技之后，会立刻对云离恢复一个基于它攻击力100%的生命值，并且对两侧的敌人造成一个扩散的物理属性伤害。最后，云离的秘技效果能够让它在释放之后获得20秒的招架效果。带着这个秘技效果进到战斗的话，就会立刻对随机敌方单体释放一个勘破灭，并且这一次攻击还会有一个大幅提高的伤害。入场就可以立刻给敌方来一个大招，直接解决掉一些敌人。好，了解完云离的技能之后，我们看到它的光锥效果。云离的光锥有3个主要效果，首先装上之后就能够让装备者受击几率大幅提高。作为一个需要受击反击的角色，这个效果能够让云离在场上更频繁的反击攻击到对手，也是目前唯一带有这个效果的毁灭光锥。光是有这个效果就可以想见，对云离战斗的流畅度会有不少的提升了。光锥的第2个效果还能够无条件提供云离36%的暴击伤害。最后在释放完终结技之后，还可以让云离获得一层火舞，每层火舞提供36%追击伤害提升，最多可以叠加到2层72%的追击伤害。不论是天赋或者终结技的反击效果都是视作追击伤害的，所以光锥另外也提供了大量的伤害加成。在有提供核心的受击几率提升以及大量伤害加成的情况下，一般人都会建议云离可以优先考虑去抽取这张光锥。在云离光锥之后，可以优先考虑克拉拉的光锥，能够提高装备者的攻击力，并且消灭敌方或者受击就可以恢复一定的生命值以及提高造成的伤害。再来刃的光锥能够提高暴击率、生命上限，以及同样的在受击之后提高造成的伤害，也是云离可以优先考虑的光锥。黑塔商店的光锥则是能够在发动攻击之后提高攻击力，以及破弱之后提高造成的伤害。
这些无心光锥都没有的话，可以考虑阿兰的光锥，最多能够提高80%的伤害。接着我们来聊云离的仪器选择。云离主要是反击打的追击伤害，所以首选就是能加追击伤害的仪器。在 2.3 版本推出的永烈加上奔狼套会是最适合云离的一套仪器选择。4件套首选永烈套，不只提供了暴击率，还提供终结技伤害提升的效果。过渡的话，也可以使用拳王套或者两者的2+2。2件套首选奔狼套，同样能够提升追击伤害，叠层叠满之后还可以提供暴击伤害。还没刷好奔狼套，可以使用萨尔索图来过渡。萨尔索图虽然能够同时提供终结技还有追加攻击伤害提高，不过这个计算只会计算一次，所以云离使用的终结技没有办法同时获得两者的加成。仪器资料部分，躯干首选爆伤爆率，腿部选攻击力，资源求物理属性伤害，连接绳优先攻击力。副词条也是爆伤爆率攻击优先，然后因为云离本身在场上会吃比较多的伤害，所以一些生存词条也可以考虑。技能加点部分也是以它核心的反击手段，终结技天赋优先。最后云离的队伍搭配，假如之前有玩克拉拉的玩家，可以以目前克拉拉的组队方向为参考。云离的玩法跟克拉拉比较类似，都是可以带2个辅助，再加上1个生存位的辅助。这边最推荐的几个队友是霍霍、花火跟停云。因为云离的主要伤害来自它的终结技，而停云、霍霍都有帮助云离充能的技能，花火则是能够增加云离的出手频率，还能够给全队更多的战绩点。在霍霍也能够频繁释放战绩回能的情况下，全队也将能够更频繁的恢复到能量，释放终结技。在花火、停云之外，也可以考虑换上知更鸟或者日空，增加伤害，或者佩拉、银狼降防加弱点。比较不推荐会延长破弱时间的软梅，因为会让云离少受一点伤害。生存位除了霍霍，也可以优先考虑林可，因为林可可以让云离的受击几率大幅提升。没有或者没练的话，就是其他丰饶角色也都可以。比较不推荐存护，因为存护的基础嘲讽值会比较高一点点，会减少云离的一点受击几率。好了，那以上就简单总结完目前我对云离的一些理解。玩法上，它是跟克拉拉同款的反击机制、反击队伍，不过在强度上绝对是会比克拉拉还要高的。但目前我认为这只角色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想要把这只角色发挥到完美，打出最多的伤害的话，可能还是必须要手动操作。毕竟终结技的机制让它在选择什么时候释放终结技会比较关键。好吧，那这部关于云离的影片就先聊到这边。你有打算抽云离吗？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讨论。如果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看完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是大海尔，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